此刻，當你正在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你身體內流淌着的每一個微小水分子，可能都比整個太陽系本身還要古老遙遠。它們歷經數十億年漫長的星際漂泊，曾經是遙遠恆星周圍閃爍的冰晶，最終降落在我們這顆藍色星球的溫柔懷抱之中。但是科學家們困惑了整整數十年，根據已知的所有理論，地球誕生時本應是一顆溫度高達上千度的炽熱熔岩球體，任何水分子都會在瞬間徹底蒸發，被強烈的太陽風吹向太陽系外圍。那麼如今覆蓋地球的浩瀚海洋究竟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徹底顛覆你的認知，它會改變你對自己以及與整個宇宙關係的理解。請先從最基本的事實開始說起。地球上的水量真的是驚人的龐大，將所有海洋、湖泊、河流、冰川加在一起，總共大約有13億5千萬立方公里的水量。如果将這些水均勻分布在整個地球表面，會形成一個深度超過2700米的全球性海洋，徹底覆蓋所有陸地。從最微小的細菌到最龐大的藍鲸，每一個生命都依賴着這些珍貴的水才能存活下去。水就是生命的根本基石。你的整個身體大約60%都是由水構成，你的大腦裡更是有73%是水，沒有水就根本沒有生命存在。但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當太陽系在46億年前剛剛誕生的時候，地球形成的位置實在太靠近年輕而熾熱的太陽了。在距離太陽1億5千萬公里的那條特殊軌道上，溫度遠遠超過水的沸點，水分子根本無法以任何穩定的形態存在。這就是天體物理學中著名的雪線理論，在距離太陽約5億公里以內的範圍之中，水根本無法凝結成冰晶穩定存在。而我們的地球恰好就位於這條致命的雪線界限以內，那麼如此龐大數量的海洋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真是百思不解。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關於我們存在本身的根本謎團。因為沒有水，就根本沒有現在正在思考的你和我。在過去整整50多年的時間裡，科學家們前後提出了3個主要的核心假說，每一個都有着令人極為信服的強力證據。第一種假說認為水是由小行星帶來，第二種則認為水來自彗星，第三種最新假說認為水本就深深隱藏在地球內部。讓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假說，在火星與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中存在着大量富含豐富水分的特殊神秘天體類型。這些被稱為碳质球粒陨石的特殊小行星，有些含水量竟然能夠達到20%那麼多，簡直是太空中的巨大水庫。在地球形成的最早期階段，曾經發生過一場被稱為後期重轟炸期的災難性天體撞擊事件，規模超乎人類的想象。大約在40億年前到38億年前的漫長時段裡，無數顆小行星和彗星接連不斷撞擊了內太陽系的所有行星。關鍵的證據究竟在哪裡呢？在2018年，夏威夷大學的天体生物學家凱西·約翰遜和他的研究团队做出了重要發現。他們仔細分析了從小行星帶收集到的隕石樣本，結果令人極為震驚，水的同位素比例與地球海洋幾乎完全匹配。與地球海洋中水的刀氫同位素比例相比較，這種精確匹配的誤差範圍竟然控制在5%以內，極為驚人。現在請想象一下這個壯觀的場景：40億年前的地球，表面完全覆蓋着滾燙的熔岩海洋，大氣中充滿2氧化碳。一顆巨大的碳质球粒陨石轰然撞擊了地球，巨大的能量在瞬間徹底蒸發了岩石和撞擊點周圍的所有物質成分。隨着地球表面慢慢冷卻下來，大氣中的水蒸氣開始凝結成滂沱大雨倾盆而下。這場雨持續了足足數千年之久。這些不停降落的雨水逐漸填滿了地球表面所有的低洼地帶，最終就這樣形成了地球上最早的原始海洋雛形。這聽起來簡直完美無瑕，對吧？但是這個看似完美的小行星理論卻有一個巨大的致命問題，讓科學家們極度頭疼。要想達到現在地球上如此龐大的水量數據，需要大約整整1萬顆直徑10公里的碳质球粒陨石都要撞擊在地球上。整整1萬顆，
即使是在後期重轟炸期最激烈的鼎盛階段，這樣的撞擊頻率對地球來說也實在是過高了一點。如果真的發生過如此密集瘋狂的撞擊事件，那麼為什麼地球表面没有保留下更多巨大壯觀的撞擊坑遺跡呢？月球的表面密密麻麻布滿了隕石坑，但地球由於板塊構造運動和持續侵蝕，大部分古老的撞擊痕跡早已被抹去。那麼緊接着的第二個假說，也就是彗星理論又怎麼樣呢？彗星主要由冰組成，似乎是水的完美來源候選。彗星全部來自寒冷的太陽系最外圍地带，那裡溫度極低，水可以以纯净冰的形式安穩存在了数十億年时间。早在2011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深度撞擊号探測器近距離詳細研究了哈特利2號彗星的核心成分。分析彗星噴發出的冰粒之後，科學家發現，這顆彗星上的水與地球海洋中的水同位素比例竟然幾乎完全相同。這個發現似乎完美無缺地支持了彗星假說，但是緊接着另外一項重要發現卻給彗星理論帶來了致命的打擊。歐洲航天局的羅塞塔號探測器極其詳細地研究了一顆叫做丘留莫夫格拉西门科彗星的具體化學組成成分。結果驚人的發現，這顆彗星的刀氫同位素比例竟然是地球海洋的整整3倍那麼多，讓人完全摸不着頭腦。同樣都是彗星，為什麼彼此之間的差別會如此巨大呢？這個答案可能就藏在每一顆彗星各自的起源之中。太陽系中存在着2個主要的彗星來源地，第一個就是著名的柯伊伯带，它位於海王星軌道的外側很遠的地方；而另外一個就是奧爾特雲，它環繞整個太陽系的最外圍邊界，距離我們的太陽可能遠達整整1光年那麼遠。來自不同區域的彗星擁有截然不同的化學成分，因為它們形成於太陽系演化過程中完全不同的具體階段。但是要解釋地球上現有的所有水量，需要進行数百萬次的彗星撞擊地球事件，這個數字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地球真的能夠經受得住如此密集瘋狂的天體轟炸嗎？正因如此，許多科學家開始嚴肅地質疑彗星這個假說。也許水根本就不是從遙遠的外太空帶來的，也許它從一開始就一直安安靜靜地在地球內部，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就引出了第3個最近被廣泛重視的全新假說——地幔水假說。誰可能壓根就沒有從外太空來過我們這顆星球？早在2014年，西北大學的著名地球物理學家史蒂芬·雅各布森和他的團隊做出了一項震驚學界的发现。地球的地幔轉變帶位於地表下方410公里到660公里之間的範圍，那裡是地球深處的神秘地帶，可能含有相當於地球上所有海洋總和3倍那麼多的龐大水量。這個驚人的發現震驚了整個國際科學學術界。但是這些水並不是以人們熟悉的液態形式存在的，而是被牢牢鎖在一種叫做林伍德石的特殊高壓礦物中。林伍德石其實是橄欖石在極高壓力下形成的特殊變體形態，它能夠在自身晶體結構中容納1.5%的水。請試想一下吧，就在你腳下數百公里深的地方，可能正存在着比整個地表所有海洋加起來還要多的水量。這些水從來沒有見過陽光，也從來沒有流經過任何一條河流，只是靜靜地沉睡在岩石之中，長達數十億年。當板塊運動逐漸把這些岩石帶到地殼較淺的位置時，壓力降低之後，林伍德石分解就會釋放出寶貴的水分。這些被釋放出來的水通過劇烈的火山活動一路上升到地表上來，最終成為了海洋整體水量的一部分組成。但是這個新假說同樣面臨嚴峻挑戰，如果地球內部真的有如此多的水存在，那為何沒有全部都釋放出來呢？也許真相根本不是非要3選1不可，也許地球上的水其實來自多個完全不同的来源，同時疊加共同貢獻而成。也許一部分水來自小行星，一部分水來自某些特定類型的彗星，還有一部分水從一開始就深深藏在地球內部。這3個不同的過程可能同時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分別發生，並共同塑造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浩瀚壯麗海洋。但是這裡還隱藏着一個更深層次的尷尬問題，
一個科學家們極少公開談論的不為人知的尷尬研究真相。我們究竟如何能夠確定我們做出的測量是絕對準確的呢？同位素分析其實是一項極其精密複雜的科學工作。在2017年，日內瓦大學的研究团队曾經試圖完整重現普林斯頓大學早期那項著名的小行星水研究。他們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實驗方法、相同的樣本類型、相同的設備品牌，結果卻始終無法成功複製原始研究數據。他們的測量數值與普林斯頓團隊公布的原始數據相差了整整12%，這個差異巨大到令人非常震驚。在同位素地球化學這個高精度領域中，12%的差異已經足以完全改變我們對水起源的整個理解判斷。在2018年進行的一項國際聯合研究中，整整20個不同的實驗室分析了完全相同的樣本，卻得到不同結果。它們之間的差異範圍竟然高達80%多，這意味着我們很可能在追逐一個根本就並不存在的虛假相關性。我們对太陽系早期演化歷史的所有了解，大部分都來自電腦模擬，而非真正的直接觀測數據，這是個重大問題。這些模型嚴重依賴於許多基本假設，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底層假設是錯誤的，那麼整個推演結果都可能錯誤。讓我告訴你一個外界鮮為人知的重要事實吧：地球上的水總量其實並不是恆定不變的，它一直都在变化。每一天都大約有3噸左右的氢氣從地球上層大氣逃逸到太空之中，地球上的水正在緩慢而持續地流失消失。與此同時，地球也在通過火山活動不斷從地幔中獲得新鮮的水補充，這構成了一種長期的動態精妙平衡機制。我們今天測量得到的地球總水量數據，與地球剛剛形成時候的原始水量數據相比，可能存在巨大顯著差異。在2020年，東京大學的著名行星科學家田中宏明教授發表了一項足以顛覆傳統觀念的重要研究成果。他們運用強大的超級計算機進行精密模擬，重新評估了後期重轟炸期撞擊地球的小行星具體數量數据。研究結果令人極為意外地顯示，即使所有可能存在的碳质球粒陨石全部都撞擊在了地球上面，也根本不夠。他們所携带的水量数据加起来，也只能勉强解釋地球海洋總量的30%到40%而已，遠遠不夠。那麼剩下的60%到70%的龐大水量數據到底從何而來呢？這個深刻問題至今沒人能答得上。在2016年，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天體物理學家亞歷山大·莫彼得利提出了一項重要的反思性研究。通過分析太陽系動力學演化的数值精密模擬數據，他們發現了一個令所有研究者都極為困惑的尖銳矛盾。早期撞擊地球的彗星其實主要都是來自遙遠的奧爾特雲，而不是來自刀氫比相似的近距離柯伊伯帶區域。這意味着，如果彗星真的是地球水的主要來源，那麼同位素比例應該更接近奧爾特雲彗星才對，完全合理。但是觀測事實恰恰完全相反，地球海洋的同位素比例反而更接近柯伊伯带彗星，這是一個真正巨大的矛盾。也許彗星的同位素組成數據在長達數十億年的漫長時間長河中發生了我們至今還完全不知道的變化。彗星的表面會持續不斷地受到強烈宇宙射線的轟擊，這種轟擊可能會逐漸改變其表層冰的同位素特徵。在2021年，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的地球化學家胡安·卡洛斯教授開發出了一種全新的革命性分析技術。這種叫做多同位素指紋分析的新技術，能夠同時測量氫氧氮硼鉻等多種不同元素的同位素具體比例。他們分析了來自南极艾倫山的陨石樣本，發現其中一些樣本的同位素指紋竟然與地球海洋幾乎完美匹配，但其他陨石樣本卻顯示出明顯巨大的差異，即使是同一類的碳质球粒陨石內部也存在着顯著的多樣性。這強烈暗示着水的來源並非單一簡單，而是由多重不同過程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極其複雜的最終結果。現在讓我們回到太陽系剛剛誕生的最初時刻，大約46億年前，
一團巨大的星雲開始在引力下慢慢坍縮。星雲中心最終凝聚形成了一顆年輕熾熱的太陽，而周圍的剩餘物質則形成了一個扁平的圓形星氣體盤。無數細小的塵埃顆粒在盤中持續相互碰撞和粘合，最終逐漸形成越來越巨大的天體，直至最終成為行星。在雪線之外形成的小行星天然就富含水冰資源，但雪線之內的地球誕生時本來應該是完全乾燥無水的。關鍵答案可能就藏在巨大木星的形成與遷移過程之中，巨行星強烈擾動了整個太陽系的原始結構布局。木星巨大的引力將外圍富含水冰的小行星紛紛拋向內太陽系區域，其中一些就順勢撞擊在了早期地球上。這就是天體物理學界著名的巨行星遷移理論，它合理解釋了原本乾燥的地球如何獲得了寶貴的水資源。在2019年，慕尼黑大學的天體物理學家克勞斯·穆勒教授和他的團隊進行了一項極為詳細的全面測試。他们前後運行了整整數千次不同情況的精密模擬，仔細改變了木星的初始位置和遷移速度等各種參數。研究結果顯示，只有大約60%的模擬情況之下，地球才能夠順利獲得足夠形成海洋的充足水量。在其餘40%的模擬情況下，地球將永遠保持乾燥貧瘠，最終成為另外一顆死氣沉沉的紅色火星。我們究竟是這一系列幸運巧合的最終受益者嗎？還是有某種我們尚未理解的未知機制保證了水的到來？羅塞塔號探測器是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彗星探測任務，它在2004年從地球成功發射升空，奔向遠方。經過整整長達10年的漫長太空旅行飛行之後，它終於在2014年成功到達了預定目標彗星的軌道附近。它甚至還釋放了飛來小型着陸器，並成功降落在彗星的表面之上，寫下了人類太空探索歷史上的輝煌一頁。通過對彗星核心物質的詳細分析，科學家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彗星化學組成詳細數據，意義極為重大。但是，即使是這樣先進的太空任務，也只能分析彗星表面的噴發物質，而無法真正深入觸及到核心深處。未來的全新探索任務可能最終能夠解開這個困擾了科學家們整整數十年的地球水起源未解之謎。歐羅巴快船號任務計劃要飛越木星的衛星歐羅巴，詳細分析從冰鞘裂縫噴出的神秘水雨流物質成分。歐羅巴的厚厚冰鞘之下，可能擁有相當於地球海洋2倍水量的隱藏液態水海洋，那裡或許還孕育着生命。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全新蜻蜓號探測任務將於2027年正式發射，前往土星衛星泰坦進行詳細探測。泰坦的表面分布着液態甲烷湖泊，而在其冰鞘之下也可能藏着一個隱藏的巨大液態水地下海洋系統。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已經在徹底改變我們研究遙遠系外行星大氣層的方式，開啟了全新天文時代。它能夠檢測遙遠系外行星大氣中的水蒸氣信號以及其他生命相關的關鍵有機分子標誌物特徵信號。在地球上，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正在使用強大激光陣列重現地球深部極端高溫高壓環境狀態。研究發現，在足夠高的極端壓力之下，水可以轉變成為一種叫做超離子冰的奇特狀態，顛覆傳統認知。這種奇異的超離子冰可能存在於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內部深處，深刻影響着這些巨行星的磁場結構特性。現在讓我們換一個全新角度思考，與其追問水從哪裡來，不如反過來追問為什麼地球能保留住寶貴的水。火星其實曾經也擁有過大量的液態水資源，乾涸的古河床和巨大三角洲都是當年存在過水的明確證據。但是今天的火星表面已經幾乎完全乾燥貧瘠，大气壓力低到根本無法支持液態水在表面長期穩定存在。火星實在太小，引力實在太弱，無法保留厚厚的大氣保護層，於是強烈太陽風直接將水分子吹向太空深處。在數十億年的漫長時間裡，火星幾乎失去了所有水資源，最終成為了一顆死氣沉沉的紅色乾燥星球世界。
地球為什麼沒有遭遇到火星這樣的悲慘命運呢？答案就在於地球擁有3個其他行星沒有的獨特巨大優勢。地球更大，引力更強壯，還擁有強大的磁場偏轉太陽風轟擊，並且板塊運動還能夠長期穩定全球氣候系統。這3大獨特因素的完美結合，創造出了能夠長期穩定的保護液態水持續存在的極其獨特宜居生命環境。但是這種平衡並不是永恆的，大約在10億年之後，太陽的輻射強度會增強到足以讓所有海洋全部蒸發。到那個時候，地球將徹底變成一顆乾燥死寂的世界，看起來就和今天酷熱的金星表面一模一樣可怕恐怖。我們今天能夠擁有水資源，從浩瀚的宇宙時間尺度上來看，這種珍貴的擁有也只是非常短暫的一瞬而已。水其實是一種非凡神奇的天然物質，它獨特的物理化學性質堪稱是為生命量身打造的完美天然溶剂载体。水分子具有獨特的极性結構，能夠輕鬆溶解幾乎所有生命所需的各种重要离子和複雜的關鍵有機分子。最為神奇的特性是，冰會漂浮在水面上，大多數物質在凝固時都會收縮變重，而唯獨水在凝固時卻膨脹。這意味着冰層覆蓋在湖泊和海洋表面的時候，下方深處的水生生物仍然能夠安然無恙地繼續存活下去。如果冰會下沉到水底深處，那麼每一個寒冬水體都會從底部開始凍結，地球上的生命根本就無法演化誕生。水還擁有高比熱、熔高表面張力和優秀的熱傳導性能等眾多神奇特性，簡直就像是為生命量身定制一般。如果水的极性稍微弱一點點，或者凝固點稍微高一點點，那麼地球上的複雜生命可能根本就不會真正出現。每一滴看似平凡普通的水都隱藏着一個跨越數十億年的史詩故事，連接着整個宇宙的遙遠過去和現在。你早上喝的咖啡之中的水分子，可能在1億年前還是某只遠古恐龍喝下肚的雨水的一部分，跨越億萬年。你淋浴时使用的清水，可能在1000多年之前曾經是维京海盜航行大西洋時船只下方的鹹色冰冷海水。你身體之內的每一滴水分子，都曾經在地球深處的古老岩層或者遙遠彗星的表面沉睡過整整億萬年時間。從某種深刻的意義上來說，水的真正起源就是整個宇宙的起源，它們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個偉大的故事。你並不僅僅是一個觀察宇宙的旁觀者，你本身就是宇宙的產物，是遙遠星辰最終演化成了活物的奇蹟。當你流淚哭泣的時候，你留下的其實是古老海洋的鹽分；當你呼吸的時候，你正與整個宇宙進行物質交換。這絕對不是浪漫的詩歌藝術，這是嚴謹的科學真理，是我們與廣闊宇宙之間永遠不可分割的深刻關聯本質。地球可能是我們所在的這部分銀河系之中唯一一顆表面完整覆蓋着液態水藍色海洋的極為特殊行星。這使得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成為了整個廣闊宇宙中統計學上極為罕見的一個珍貴異常值。讓我們一起來真誠尊重和用心保護這些珍貴的水資源吧，保護這個使所有形式生命都得以存在的奇蹟。因為說到底，保護水就是保護生命本身，這也是履行我們作為有意識存在的物種所應擔負的最高責任。水來自遙遠的燦爛星辰，經過整整數十億年的漫長宇宙旅程，最終匯聚成了今天正在觀看視頻的你和我。如果這部紀錄片讓你內心有所觸動和深刻感悟，請記得點讚、關注、收藏，並留言分享你對水起源的看法。